过去一个月，美股指数确实表现亮眼。7月，纳斯达克上涨6.7%，标普500上涨4%，多次创下历史新高。但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指数在涨，手中持有的股票跟着涨的却不多。就在星期五，这种市场内部的脆弱性彻底暴露了出来。台积电跌了2.65%，英伟达等科技巨头也普遍走低。美股4大指数齐跌，费半指数下挫超过2%，道琼重挫逾600点。更值得关注的是背后的结构性问题。7月份指数的上涨主要由少数大型科技股推动，市场宽度相对较窄。数据显示，标普500中创52周新高的股票数量正在快速减少，而高于50日均线的股票比例已经从75%下降到55%以下。这种现象反映了市场资金过度集中在少数明星股票上，而忽略了整体市场的健康度。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市场对于多重不确定因素的担忧，关税政策的调整、非农就业数据的波动，以及 AI 热潮是否已经过热的质疑。当市场的上涨只依赖少数几家公司推动时，这往往是一个需要我们提高警觉的信号。市场的热度集中在少数股票上，我们看到市宽正在转差。当大部分的股票无法跟上指数的脚步时，历史经验提醒我们，这往往是需要谨慎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代表科技股的 QQQ 日线图上已经看到了非常清晰的 MACD 背驰信号，甚至有形成死亡交叉的风险。股价在创新高，但动能指标却没有跟上，这是一个潜在的警示。所以我在星期五 GMT 分析完之后，跟团队加快录制了今天这条影片，用客观的审视当前的市场状况，提醒大家：第一，如何解读市宽转差这个重要的领先指标；第二，当 MACD 背驰和死亡交叉出现时，我们应该如何部署；第三，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如何寻找下一批真正具有强势特征的股票。如果你想学习一套在市场不确定性中依然能够冷静应对、保护资金，并为下一次机会做好准备的方法，这集影片会探讨目前市场中不可忽视的风险信号，并分享应对方法，密切关乎着你手上的钱，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先为这部影片点个赞，这样你就可以随时看回这些重要内容。首先，我们来谈谈市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先指标，它告诉我们市场的真实健康状况。市宽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如果只有领先的几位选手跑得很快，但大部分的选手都已经体力不支，那这场比赛的整体水平其实并不高。我们回顾一些重要的历史经验，2000年科技泡沫破灭前，纳斯达克指数持续创新高，但是市场上只有少数大型科技股在推动指数，大部分股票其实已经开始走弱。当时创52周新高的股票数量，在指数创高点前的3个月已经减少了超过50%。2007年金融海啸前也出现了类似现象，道琼指数在2007年10月创下历史新高，但当时创52周新高的股票数量比2006年同期减少了超过60%，而高于50日均线的股票比例也从80%下降到55%。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在标普500创下52周新高的股票数量正在快速减少，而创下新低的股票数量却在悄悄增加，这就是市宽转差的具体表现。另一个重要的市宽指标是高于50日均线的股票比例，这个比例已经从上个月的75%下降到现在的55%以下，这代表市场上有一半的股票已经跌破了他们的短期生命线。当市宽转差，而指数还在创新高，历史告诉我们，这通常意味着资金过度集中在少数大型权值股上。这种情况虽然短期内可能维持指数的强势，但长期来看，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结构。市宽转差就是第一个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警示信号。接下来我们来看直接影响科技股走势的 QQQ 日线图，这里出现了2个非常经典的技术分析警示信号： MACD 顶背驰和死亡交叉的可能性。什么是 MACD 顶背驰？简单来说就是股价创下了新高，但下方的 MACD 指标无论是柱状体的高度还是快慢线的高点都没有跟着创下新高，这代表上涨的动能正在减弱。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类似情况的经验。2021年2月 QQQ 在创下当时的历史新高时， MACD 就出现了明显的背驰现象，结果在接下来的3个月 QQQ 从高点回档了超过15%。2018年9月也是如此，当时 QQQ 创新高，但 MACD 出现背驰，随后在第4季度 QQQ 经历了超过20%的调整。更早的例子，2015年7月，同样的背驰信号出现后， QQQ 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从高点跌了约18%。这就像一辆跑车，时速表显示还在加速，但引擎的声音却越来越小，有经验的驾驶就知道这可能代表车子快要没力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 ，QQQ 的 MACD 快慢线已经在零轴上方非常接近，甚至有形成死亡交叉的趋势。一旦快线由上往下跌破慢线，这就是一个明确的短期卖出信号。面对这种价格与指标背驰的情况，我们的策略不应该是去估顶，猜测最高点在哪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试图预测市场顶部的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该做的是执行纪律。第一，检查你手中的持股，如果也出现了类似的背驰现象，就应该考虑分批锁定获利，不要贪心，想着要卖在最高点，把已经实现的利润放进口袋才是最安全的。第二，严格执行止损，如果你设定的停损点被触发，不要犹豫，立即执行。在趋势可能反转的初期，保护本金远比追求更高报酬来的重要。记住，市场给我们的信号，我们必须尊重。MACD 背驰就是一个需要我们提高警觉，开始制定防守策略的信号。既然市场出现了警示信号，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什么都不做呢？这也不完全正确。通常这种市况中，投资者做了以下的事，让他们成为赢家，大大的增加了投资回报。那就是在这种指数强、个股弱的盘整格局中，我们的重点应该从追逐动能转向寻找相对强势。什么是相对强势股？第一，相对抗跌的股票。回顾2018年第4季度的修正，当大盘回档超过20%时，像微软这样有强劲基本面的股票，跌幅小于指数，并且在2019年率先创下新高。2020年3月疫情引发的股灾中，微软、亚马逊这些有实际业绩成长的科技股虽然也下跌，但恢复速度明显快于其他股票，并在当年就创下历史新高。第二，业绩强劲的股票，在财报季期间或之后，那些公布了优于预期业绩，并且股价能够在利多消息后持续走强的股票，通常是下一波行情的主流。例如我们看到近期的一些例子，像 Meta、SoFi 他们的共通点都是在业绩公布后，股价出现了强劲的涨势，并且在近期大盘波动时表现相对抗跌。这类股票的特征是涨太久，股价过高，很多人不敢追。但我们的策略不是现在去追，而是等待低风险的进场点。当这些强势股因为大盘回档而被错杀，出现技术性修正，但没有破坏长期多头结构时，就是我们关注的时机。我们要等待的是风险调整后报酬潜力更高的进场机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像英伟达这样的龙头股依然在积极布局。30万颗 H20 晶片的追加订单显示 AI 需求的基本面依然强劲，这也为相关供应链厂商提供了长期的支撑。简单来说，现在的策略是卖出手中已经出现疲态的股票，锁定获利，然后将资金和专注力放在寻找那些真正抗跌、有业绩支撑的强势股上，耐心等待他们回档修正的时机。我们来总结一下，现在的美股出现了一些信号：第一，市宽转差，内部结构不健康，历史经验提醒我们这是警示；第二，QQQ 出现 MACD 背驰，有死亡交叉风险，过去类似情况都值得警惕。目前的市场环境可能要开始调整，我们应该采取更为审慎和防御性的策略。面对当前这种复杂的市场环境，我们该如何布局呢？首先，我们的核心思想是不估顶，我们不去猜测市场的头部在哪里，但我们必须对已经出现的警示信号做出反应。我们的行动方针有2个重点：执行止损和锁定获利。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却是投资中最困难的部分，因为这需要克服人性的贪婪和恐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套客观的技术分析系统来帮助我们执行纪律。我们的目标是保留实力，等待下一个高胜率的出手时机。2008年金融海啸、2020年疫情股灾，这些重大修正往往来得很快，但恢复也可能很快。那些在修正期间还有资金可以投入的投资者，往往能够获得最好的长期报酬。在投资的战场上，不是要你每一场战役都打赢，而是要你能够在关键战役中投入最大的兵力，并且活着回来。现在就是一个需要我们保留兵力、耐心等待的时刻，特别是在当前这种外部环境充满变数的时候，无论是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是地缘政治的影响，都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AI 产业链的韧性，以及台湾科技股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今天我们看到了目前市场出现了要注意的信号。技术分析的价值不只在于找到买入点，更重要的是在于帮助我们识别风险，保护我们手上的资金。希望这集影片对你有帮助，
最近我正在筹备一套银市技术分析公益课，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下有兴趣。这套课程将会更系统性的讲解如何建立一套属于你自己，从市场宽度、动能指标到个股选择的完整交易系统。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不同的市场阶段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请订阅这个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会在市场出现关键变化时为大家提供最及时的分析。我们下次见。